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，叫做麻薯包。外面酥酥的，里面糯糯的，嚼起来又特别有嚼劲。如果说什么东西让你吃到停不下来，它肯定能排上位置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需要的原料有哪些。有黑芝麻增加香味，黄油、牛奶、水、木薯粉、1个鸡蛋、奶粉、中筋面粉和1点砂糖。麻薯的制作过程比较短，属于提前准备好用到的工具，主要有1个标花袋用来挤麻薯的面糊，不锈钢锅最好是厚底的，1个量杯用来打鸡蛋，1把刮刀和1个手抽就可以了。首先我们往锅中加入牛奶和1点水、砂糖、1点点的盐来调整一下口味，还有一些黄油。然后我们把锅放在炉灶上，用小火开始加热，边加热的时候边搅拌。首先一定要用小火，让黄油先融化，不能上来就用大火，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黄油还没有溶解，液体却已经沸腾蒸发了。黄油融化之后，我们可以开到中火，把这个混合液体给加热到沸腾。在液体沸腾之前，一定要准备好奶粉跟中筋面粉，到时候一沸腾就立马把它们俩倒进去。开到锅的周围冒小泡了，然后中间开始冒泡，就立马给它离火，倒入奶粉、中筋面粉。倒完粉之后，立马用手抽快速的搅拌，把整个面粉给它烫熟。同时面粉遇到热水会被烫熟糊化，它就失去筋度了，所以说这里用高筋、中筋、低筋面粉都没有关系，都可以使用的。这里的关键注意事项是，一旦液体沸腾之后，要立马加入粉类，然后立马用手抽搅拌离火。面粉一旦被糊化，就会变成这种浆状物。搅拌均匀到开不解该粉之后，我们往里面加入木薯粉。木薯粉就是我们平时用来做奶茶里面那个波霸的原料，所以说特别的 Q 弹。麻薯的做法跟原料其实跟泡芙是非常接近的，但是跟泡芙相比，麻薯真的好吃很多，所以说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。我们把这个木薯粉加进去之后，用刮刀这样翻拌，不用把它翻拌到一个非常细腻顺滑的面团之类的，只要把它翻拌到这样看得像面絮状就可以了。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往里面加鸡蛋，加入鸡蛋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我们再看一下最后搅拌到这种面絮状的状态，就是看着跟揉面是那种面絮状就可以了。这里用到1个鸡蛋，我这个鸡蛋比较大，大概纯蛋液有50克左右。首先呢，我们把刚才的锅放在秤上面，先往里面加入45克的鸡蛋，这45克肯定是要的，不管你是用什么牌子的木薯粉，不管你的粉类的吸水性怎么样，这个45克肯定是需要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一次性往里面先加45克，继续用刮刀把蛋液跟这个木薯粉的面团给它融合在一起。在搅拌面团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说一下做麻薯的一些重要事项。首先就是最好要用1个不锈钢的厚底锅，这样的话收热均匀，不会有糊锅的现象。第二个就是面粉的糊化一定要充分均匀，一定要等液体加热到沸腾之后，立马加入粉类，然后立马用手抽搅拌，让所有的面粉都可以充分被糊化到。面粉受热糊化，吸水量增加，从而可以增加整个面团的含水性，这样烘烤的时候水分受热蒸发，受热膨胀，这样的话体积就会变大，同时里面也会形成麻薯特有的内部组织空洞。第3个要点就是加入鸡蛋的时候，前45克可以直接一次性加入，后面的话就要少量的添加，直到这个面糊可以拎起来有个倒三角的形状。而这个倒三角不是像这种边缘是非常粗糙的，就是看着像是倒三角了，但是它就是那个三角形不是很明显，看着还是边缘很粗糙的，这样还不可以，我们需要继续往里面慢慢的加入蛋液。这么稠的面糊如果直接去烘烤的话，那个麻薯就会比较长不大，
就会比较实心。为了给大家更加直观的看到这个面糊浓稠度的重要性，我们先取出一点点这个面团出来，我们一会儿一起烘烤，然后看一下两个体积的大小。余下的面团我们开始慢慢的往里面加入袋液，这样加进去大概也就5克到10克左右，继续加完一点，然后用刮刀这样搅拌均匀，检查一下状态。我后面大概加了2次，一共加起来大概有15克左右的袋液。这个每个人的面粉的吸水性或者你的糊化程度不一样，可能加入的袋液会有大概5克到10克左右的误差，所以大家根据面糊最后的倒塞角的状态来判断。最后搅拌好的面糊用刮刀刮起一大部分出来，它可以掉下去，然后残留在刮刀上的那一部分可以形成一个倒塞角。倒塞角的长度大概在5-6公分左右，而且它的表面看上去是有点光滑的，你可以抖动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会随着你的抖动而抖动就可以了。面糊太浓稠的话，它会发不起来。如果面糊太稀的话，你可以往里面稍稍增加一点木薯淀粉，来调整到这个最后的状态。因为如果面糊太稀的话，它含水量太多，这样里面的空洞组织就比较难形成。一旦你出炉的话，它就会塌陷了。最后我们往里面加入黑芝麻，黑芝麻一定要加，因为它可以增加整个麻薯的嚼劲跟口感。芝麻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把这个面糊装到标花袋里面，用刮板往前推，排掉所有的空气，方便一会儿挤入。刚才特意留出的一部分只加45克鸡蛋的那个比较稠一点的麻薯面糊，我们也同样加入一些芝麻。过后我们跟刚才拌好的面糊一起烘烤，来直观的看一下这个麻薯的大小对比。我们用一个不粘的烤盘，或者是在烤盘上放上油纸，把麻薯面糊挤上大概4-5公分大的这样的圆球，一个大概重量在20克左右。这一个配方大概可以出来做12个左右的麻薯。同样我们挤一个刚才相对来说比较浓稠的面糊，对比一下。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麻薯的话挤完的话，上面有一个小结节，可以用手稍微沾点水把它摁扁。进炉之前我们要在上面喷一点水，喷水是为了避免因为高温而导致的表皮迅速定型结皮，造成表面开裂的现象。我们可以用180度烤25分钟到30分钟，到底部开始上色，表面也略略上色就可以了。烘烤麻薯的过程千万不要去打开烤箱，要不然的话立马会塌陷回缩的。这样我们外面酥脆，里面糯糯的麻薯就做好了。迫不及待的我们来切开一下，看一下里面的组织，听着声音就知道是特别的酥脆。里面特有的这种 Q 弹的组织像蜂巢一样的，嚼在嘴里特别的 Q 弹。大家也可以在里面挤上卡士达酱，可以参考我自己泡芙面糊的视频，在里面填充内馅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填了内馅反而冲淡了这个麻薯特有的嚼劲的口感，所以我一般都喜欢空口吃，就特别好吃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那份比较浓稠的面糊做出来的这个麻薯，它明显个头就比别的小太多了，完全就没有长起来，它的烘烤条件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说一定要增加袋液的用量来调整到面糊所需要的状态。麻薯一定要趁热吃，最好在烤出来的3个小时之内就把它吃完，因为毕竟它是木薯粉，时间放长了它就会开始变硬了。那我是毛毛，不知道今天的麻薯视频有没有激起你的烘焙欲望呢？如果有的话，那就赶快动手做起来。有任何问题在视频底下留言，我开导一定会帮您解决的。那我是毛毛，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，拜拜。